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社长带你看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刘洋。今天社长来到了兵库县的姬路市，带大家继续我们的关西历史之旅。说到日本的文化符号啊，日式城堡呢，绝对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，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啊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日本的战国时期啊，不但出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将，而且也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城堡。这种屋檐层层堆叠的构造呢，是日本特有的建筑样式，而其中最高的部分呢，被称为这个天守阁，不仅具有瞭望和指挥的军事功能啊，更是统治者的权力象征。那么在众多的城堡里边，排名第一的是哪一个呢？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啊，也许是丰臣秀吉最爱的大阪城，亦或是屡遭哥斯拉毒手的名古屋城。但是在日本人心中啊，或许另有答案。没错，就是现在社长身后的这座被称为日本第一名城的姬路城。根据历史的记载啊，在鼎盛时期呢，全日本大大小小的城堡加起来有25000座。然后呢，经历了战火的硝烟、岁月的变迁，如今还能找到遗址的呢，有235座，而还能看到天守阁的呢，就只有不到100座了。就像社长之前带大家去看的京都2条城啊，就已经没有天守阁了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这不到100座的天守阁，大部分呢都还是后来重建的。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阪城、名古屋城、熊本城，这些外表看起来古色古香的天守阁呢，其实都是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的，里面甚至都还装有电梯。那么真正在江户时代之前所建造的天守阁，保留至今的还剩下多少座呢？很遗憾啊，只有区区的12座，而这12座呢，也被称为现存12天守。由于那个时候啊，天守阁呢都是由木造建筑，所以能够在几百年来躲过各种天灾人祸，然后流传至今，实属难得。而在这现存12天守中呢，有5座被列为了日本的国宝，分别是长野县的松本城、爱知县的犬山城、岛根县的松江城和滋贺县的彦根城，以及兵库县的姬路城。而在这国宝5城中呢，又属姬路城保存的最为完好，更是成为了日本唯一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堡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，姬路城就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第一名城。姬路城的最初的历史啊，要追溯到镰仓幕府灭亡的1333年，当时著名的武将赤松在此筑城。不过呢，最初的姬路城啊，非常的简陋，仅仅只是一个用于抵抗外敌的防御要塞罢了。姬路城开始变得有名啊，要到了安土桃山时代的1580年。当时的姬路城的城主黑田孝高呢，把这座城池啊作为播州统治的要塞献给了羽柴秀吉，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吉。秀吉呢，在这里不仅建造了天守和石垣呢，还完成了繁华的城下街。在他搬到大阪城之前的数年里啊，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。后来，秀吉正是从姬路城出发，完成了中国大返还的壮举，打倒了刺杀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，然后成功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，再到最后的统一日本，成为了天下人。因此啊，姬路城呢也被视为助秀吉成就天下大业的出世之城。秀吉死后啊，德川家康的女婿池田辉正成为了姬路城的城主。他用了9年的时间，动员了2400万人次，对姬路城进行了全方位的大改修，将秀吉原本的3重天守呢改造为独一无二的外观5重、内部7层的连立式天守。为了提高耐火性和防弹能力啊，池田辉正呢还将天守阁的墙壁上全部涂上了白色灰浆，白色的墙，灰色的瓦，巍峨的天守阁呢宛如白鹿展翅，因此呢，日本人又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别名，叫白鹿城。虽然修建城堡呢是出于军事目的，但是姬路城呢却与其他的日本城堡不同，它带着一种女性的气质，婉约端庄。其实现在是粉嫩粉嫩的，因为是樱花季。
池田辉正啊，将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和柔美典雅的建筑艺术呢，奇迹般的融为了一体。这在日本城堡建筑中啊，也是一个创举。1617年，池田辉正转封至鸟取城。德川家康呢，又将姬路城赏赐给了在大阪夏之阵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本多忠正。成为城主的本多忠正呢，又增建了三之丸、西之丸等军事配置，基本上形成了今天姬路城的整体样貌。由于姬路城的保存度非常高，所以呢，也备受各种影视剧的青睐。2014年，日本大河剧《军师官兵卫》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另外啊，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呢，也对姬路城情有独钟。他的电影啊，《影武者》和《乱》呢，都是在这里取景的。社长曾经听一位日本友人说过啊，如果世界上只去看一座天守阁的话，那一定是姬路城的天守阁。走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也进去看一看这个天守阁。哇，好狭长啊！敌人进攻的时候一看，哇，这么美，坐下来喝杯啤酒，再继续，一环又一环呐！我去，还有。姬路城的各处啊，遍布着无数只这种孔洞，圆形的、三角形的、矩形的。这其实啊，也是姬路城的一个防御系统。所谓敌在明，我在暗，守城的士兵呢，就可以在道路的途中用弓箭或者是火炮来奇袭敌人。这个门非常矮啊，我得猫着腰才能进来。这个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敌人进来的时候特别快，他要猫着腰进来，跟我一样。社长现在就在姬路城的天守阁脚下，往上看啊，看到那有那个很狭长的细缝没有？那个也是一个防御工事。据说敌人来的时候要从那个细缝往下倒热水、倒开水烫你。这个有意思啊，姥姥石、婆婆石，我看一下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这个大的石头里塞的那些小石头叫姥姥石，因为姥姥不怀孕。哇，这有点侮辱姥姥呀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有一个下坡路，明明这个天守阁在上面，怎么会有个下坡路呢？其实这也是一个防御工事，是为了迷惑这个敌人啊。他一进来之后发现，哎，怎么有个下坡？是不是自己走错路了？就要回去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呢，就是一个迷惑的作用。你还别说，走这下坡还挺舒服的。啊，你看，果不其然，开始上坡了吧？还得接着往上爬。社长从城门到天守阁的这一路上啊，充分感受到了姬路城的防御作用，简直是太错综复杂了，跟迷宫似的。给人什么感觉呢？天守阁就好像近在眼前，却怎么也走不到。正是因为姬路城这机关满布的构造啊，令它实在是难以攻陷。所以说，姬路城建成400年来啊，从没有受到过攻击，英雄无用武之地啊，颇为可惜。但是呢，也赢得了不战之城的称号。这里边也非常绕，居然要从这个地方上去，这别说攻城了，在这住我都不愿意，太累了。看看看，又来了啊！哦，这个感觉很好哎，在这个城的阁楼里边看外面的风景，敌人来了也一览无余啊！所以这个城的这个建筑设计水平太高了。一进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跟社长之前去的大阪城呢完全不一样。姬路城的天守阁里边啊，地板呢、墙面呢，还有这些梁柱啊，依旧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木造结构，让人仿佛穿越到了17世纪。一进来，社长还以为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挂武器的，应该是把这种
刀剑长矛挂在这个地方。其实我今天参观这个基路城啊，让我回想起来了18年去英国，感觉英国那些城堡跟基路城的今天这个构造还蛮相似的，只是里边的那个感觉不一样，但它那个结构还蛮相似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基路城的楼梯真的很陡啊，这个据说有45度，在我们滑雪界来讲的话，这就是黑道啊，超级黑道。这才是天守阁的2楼啊，社长刚刚从窗户往外看，已经很震撼了，风景非常好，一览无余。又来一个45度啊，再来一个黑道。摄影师小心点啊，这个很滑的，其实。在天守阁里啊，有2根从下到上几乎贯穿所有楼层的巨型木柱，被称为东大柱和西大柱。这种大通柱啊，使用的是笔直耐久的桂木，每根呢能承受100吨的压力。400年来啊，基路城屡经地震却屹立不倒，这2根大柱功不可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守阁的顶楼。基路城呢，还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传说。相传在战国时代末期啊，城内有妖怪出没。当时年轻的宫本武藏呢，奉命上天守阁来守夜。当武藏爬到3楼的时候呢，突然大火扑来，地动天摇。但是呢，他面不改色，手里一按住武士刀，四周呢就立刻平静下来，连妖怪呢也被他的剑气所震慑。这个宫本武藏啊，顺利的呢在这个顶楼守到天亮。此时呢，出现了一位自称是刑部明神的公主。为了感谢她驱退妖怪呢，就送给她一把名为香翼红的宝刀。于是后人啊，便在天守阁的内部设置了基路城的守护神社——刑部神社，就这个很小的东西。这个地方有意思啊，武者卡库西藏武士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门，武士藏在这个里边。有刺客的话，武士从这个地方蹦出来。刚才在西边看到有一个藏武士的地方，现在东边也有对称的。这个门打开了，可以看一下，里面大概能装7、8个人呢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拍照的地方，我要跟基路城合个影。从那边天守阁出来啊，我们来到了城里的另一个区域西之丸。西之丸呢是由一长串长廊所围成的区域，沿着长廊呢有许多的房间相连，称为百间廊下，是江户幕府第2代将军德川秀忠的长女千姬的厢房。这里啊也见证了一段悲喜交加的爱情故事。厢房。这个地方就是百间廊下，100个房间，历代城主的介绍，本多家、松平家。千姬是德川家康的孙女，她与许许多多生于战国乱世的女性一样，沦为了家族的棋子。丰臣秀吉死前啊，为了保年幼的儿子丰臣秀赖的天下，给5岁的秀赖和2岁的千姬定下婚约。善于隐忍的德川家康啊，一面呢招兵买马，一面呢将千姬送进丰臣秀赖的新房，只是为了暂缓人心。千姬在19岁的时候，德川家康发起了大阪夏之阵，讨伐丰臣秀赖。在大阪城呢即将被攻陷之时啊，千姬被德川家的武将坂崎直胜救出，逃回了德川家。随后呢，大阪城失陷，丰臣秀赖自尽身亡。失去丈夫的千姬在2年后遇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德川家康的家臣本多忠正的儿子本多忠克。2人呢一见钟情后啊，很快就结了婚。随后呢便入住基路城。据说啊，千姬当年的嫁妆呢就有10万担，相当于现在的100亿日元啊。西之丸、三之丸等建筑呢，就是用千姬的嫁妆扩建的。郎才女貌的新婚夫妇啊，忠克和千姬在基路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人的儿子呢，在2岁的时候夭折。婚后的第10年，只有30岁的忠克也因病去世。伤心欲绝的千姬公主啊，也未再婚。
离开姬路城，剃发出家为尼，在寺庙中度过了40年幽静而哀伤的岁月，直到70岁去世。从这个化妆俑的窗外望去啊，可以俯瞰整个西直园的庭院，甚至远方的那个天守阁看得也非常清楚。社长不禁想到啊，在千姬公主最幸福的那几年，她是否也经常在深爱的夫婿的陪伴下，漫步于这樱花盛开的西直丸庭院呢？这一簇簇美丽的染井吉野樱啊，仿佛也诉说着千姬公主那一丝丝淡淡的哀愁。姬路城处于扼守波摩、备前、淡路三国的军事要地，在400多年的岁月中，几经改封易主。随着江户幕府的落寞，明治新政的开启，姬路城的所有权呢被移交到了大阪镇台的手中。明治政府上台后啊，担心造反据城固守，于是，在明治6年发布废城令。包括姬路城在内的数百座木藩旧城被直接废弃。这时候啊，姬路市米田町的一位做五金生意的商人，用极为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城堡。价格有多便宜呢？23元50钱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日元。他买下了姬路城之后啊，打算把城堡上做工考究的砖瓦拆下来卖钱，但是没有想到啊，由于砖瓦的尺寸过大，找不到合适的买家，姬路城呢这才侥幸躲过被解体的下场。看来投资不动产要趁早啊，而且还要拿得住。1878年，陆军上校中村重远因公前来姬路城考察，敏锐地意识到啊这座城堡在艺术文化层面上的价值，立即上书建议保留姬路城，这才使得明治政府啊决定要保存姬路城，每年呢拨给一定的修缮费用。中村重远啊从此被视为姬路城的恩人。后来呢，人们为了他建造了这个纪念碑。幸运之神啊，或许真的守护着这座如白鹿般圣洁的城堡。废城令之后啊，日本全国幸存的城堡只有60多座。后来呢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这些城池要塞啊，因为要作为日军军事驻地，就成为了美军空袭轰炸的目标。1945年7月3日，美军发动了姬路大空袭。为了迷惑夜间飞行的美军飞机啊，姬路市民呢就想出了用黑色网布将姬路城包裹起来的办法。当晚啊，近1万枚燃烧弹落下，整个城市变成了废墟。然而，当天色转亮时啊，人们意外地发现，姬路城呢竟奇迹般的幸存下来，所有市民喜极而泣。更让人惊奇的是什么呢？后来人们在天守阁的最高层发现了一枚燃烧弹，这枚从天守阁南侧最上层破窗而入的燃烧弹呢，落在了木质地板上，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啊，竟然没有爆炸。这枚哑炮呢，成就了姬路城的又一段神话。姬路城不愧为奇迹之城。姬路城之所以能够保留到现在，如果只是靠运气，肯定是远远不够的。这种传统的木造建筑物啊，无论是日常的维护还是定期的维修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漫步在姬路城中啊，只要留心观察，随处可见维修的痕迹。1934年，西日本地区遭遇特大级暴雨，姬路城呢遭受了很大的损害。日本政府迅速制定了修理计划，由此开始了姬路城的昭和大修理。整个维修啊，一直延续到1965年，经历30多年，工程十分浩大，参与者超过25万人，工程费达到5亿5千万日币。NHK 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白鹭飞舞》。空前的解体工程，详尽地记录了修理的职人们如何历尽艰辛寻找木材，又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以不屈的精神维修这座天下名城。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去找来看一下。2009年，姬路城再一次进行了持续5年半的平城大修理。这次的修理费用啊，是昭和大修理的好几倍，总共花费了28亿日元。主要呢是对天守阁的白石灰墙壁和屋顶的瓦片进行了更替，同时呢实施了抗震的钢筋补墙工程。把这次修理称为日本最难的修复工程呢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在5年半的时间里啊，各个领域的职人们抱着不能伤害世界遗产的心情，小心翼翼的在严肃紧张的氛围中完成了修复工作，每一道工序都要十分小心。据说光是将天守阁的白色外墙涂装一新，就需要超过100道工序。
关于记录城啊，还有一个趣闻，社长前面提到，明治时代就有人花10万日元买下了记录城。那么现在，如果有人想当记录城的城主，你需要花多少钱呢？答案是3000万日币，大概是160万人民币左右。事情是这样的啊，就在今年年初，记录城呢因为缺钱了，当地政府啊就把它加入到该县的故乡纳税制度，只要纳3000万日币的税啊，就可以成为这个记录城的城主，拥有永久入城权，有专门的直升机接送，能去不对游客开放的地方，还可以穿上铠甲让画师画肖像。不得不说啊，社长还真是有点心动，这可是记录城啊，日本第1名城啊，只需要3000万日币就可以当上城主。站在天守阁上，看着下面都是自己打下的江山，这么一想啊，还真挺划算。回头再把这物件啊发在咱们古亭君的官网上，这逼格直接拉满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社长要回去跟同事们商量了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。我是社长刘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